Miki 的频道，今天想介绍的是台中丰原区的新港老店和你见面。那这间的话呢，我在这边点了大肠蚵仔面线，因为我没有看到单纯大肠的选项，所以我就直接勾选了这一款。那端上来这一碗呢，它是热乎乎的一碗面，那勾芡的部分比较浓一点。那吃进去之后呢，主体感觉到的是沙茶的味道，那还夹带了一些难以察觉的虾米，然后还有一些难以察觉的油葱的味道，感觉有一些碱味。那不过它的醋的部分量下的刚刚好。那蚵仔的部分是裹粉的，鲜度尚可。那最后大肠的这个部分呢，是属于比较有嚼劲的大肠，它卤得还不错，咸度也刚刚好。那整体而言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干净的店面。那它还有好像评分打卡送东西的活动，我没有看仔细，就觉得说这间店的行销的部分做得还不错，所以其实有些店啊，也可以从这边稍微学习一下，一些小技巧来增加自己的一个评分状况哦。下面又进入了杂谈的时间。那今天呢，想要聊什么呢？我想要聊一下，我其实啊，也有出过书。那我出版的是短篇小说集啦。那其实，我一直以来对写作都还蛮有兴趣的。那出书的话，其实也算是我的人生的目标之一，一个自我的实现。那说是成就的话呢，也不算成就啦。那这个就是自己的一个梦想的其中一环的达成。我弟很好笑，他之前就说啊。我那时候就请他帮我看一下我写的东西，他就说他不要看，他说要变成书他才要看。那结果呢，我后来把它真的写成了书呢，我看他也没在看啊。虽然我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多厉害的，希望大家可以来看的东西。我其实写的作品，是短篇小说，然后其实里面都很多天马行空的东西，各种题材都有。所以如果你说这个是什么样类型的故事，我也没办法告诉你，就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。那当时出书呢，因为其实啊，在台湾很多出版社，它要帮一个作家出书的话，是还蛮条件其实蛮高的，因为毕竟每个书出版啊，他们都是一种投资嘛，他必须要看你有没有办法在出版之后把这个书卖得好，能够畅销，然后他们才能够回收这样的成本。那作者呢，当然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版税，或者是他写书的一个稿费嘛。那所以呢，我最后是选择了自费出书，那其实花了不少钱。然后我那时候就算一算啊，就算我把我所有书都卖掉呢，也 cover 不过我的成本。那所以我就想说，好吧，那就当做是我自己是自我实现的一个目的，但也不打算要回收。这大概是3-4年前的事情了啦。那出版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赚钱嘛。出版社他们呢，因为压力不在他们身上，是在作者身上。如果你想把书卖掉的话，所以对那个自费出书的出版商而言，你们很像客人这样，就是他服务完了你出版之后他就是真的得靠自己。那因为我比较缺乏这个行销的动力，跟就像我这个频道也没有在没有在曝光啊，寻求曝光啊，或者是做一些配合啊、合作啊、活动什么的。那所以说呢，这就是很现实啊。你没有去 push 的话，它东西就没办法卖得动嘛。这也难怪很多公司都会有一些什么行销团队哦，就是会把做一些包装啊，做一些促销啊、推销这样子。那反正我觉得我每个时期都有特别想做的事情。那写作的部分呢是持续最久的，那到现在也还有在写，不过比较没有在写了，写的那个量下降很多，就比较少在这个领域去花时间。那可是我还是有保持我的阅读量，我还蛮喜欢阅读的。那这也不算是一种资讯焦虑啦，就是一直想要去吸收一些知识，这一个习惯。
我忘记是谁说的哦，他说现在的人啊，最大的难题不是取得资讯，而是过滤资讯的能力，就要自己有一些分辨能力啦，然后你要去利用不同的资讯来源啊，去对比现有的资讯，这是老生常谈了啦，就是批判性思维嘛，独立思考嘛，不要把各种垃圾往脑袋里面塞，对各种资讯全盘接受。那其实我们面对人生的各种问题啊，然后听到的各种杂音啊，最后下决定的还是我们自己啊。你要知道自己最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，那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起责任。